这附近应该有可以暂时落脚的小旅馆。抱歉，我很想帮您安排更舒适的住宿环境，但是，要是我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就好了。我太累了，只要有床就行。唉，比想象中要好很多嘛，我就先睡啦。哇，别救我！怎么了？不休息吗？我不累，自从变成这样后，睡眠好像就与我无缘了。而且因为没办法入睡，这2年对我来说极其漫长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你们睡觉的时候，我会在房间外面等着。那么从哪里开始商量？那个德米安好口啊，就叫黑衣服德米安吧。听起来比空气德米安好多了。被残叶的力量波及了吗？如果能知道这枚残叶的名字就好了。是我们遇到魔物的时候吗？能再具体描述一下吗？暂时没有，还是先探讨残叶吧。王城中有魔物出现，这是残叶的负面影响。这枚残叶如果继续留在洛维斯，会发生不好的事情。为什么？自从他拥有残叶后，洛维斯变得越来越好。魔物的出现不是偶然吗？没错，残叶可以大致分为3种。第一种是完全无害的残叶，无论是谁持有它都是无害的。第二种是中立的残叶，会根据持有者的立场改变自身特性，可能是无害的，也可能变得具有攻击性。第3种是危险的残叶，本身就极具攻击性，只有意志力强大的持有者能压制住它的力量，意志力薄弱的持有者会被瞬间吞噬。但不管是哪一种残叶，都会导致魔物出现，因为它们散发出的力量气息极富吸引力。我认为他身上的残叶应该是第2种。如你所见，我和他并没有被残叶吞噬，但根据你们刚刚所说的，那枚残叶并非无害，因为它导致了另一个德米安的出现。我尽量将自己所看到的全部告诉你，麻烦你为戴戴小姐转述了。很抱歉，德米安殿下，我们已经尽力了，但国王陛下的状况不容乐观。父亲还会醒过来吗？非常抱歉。我知道了。还有多久时间？不确定，可能几个月，也可能几年，但醒过来的可能性不大。长久的寂静，记不清医疗师是什么时候退出房间的。我的眼里只有父亲那张苍白的面容。他双目紧闭，看起来如往常一般严肃，干枯的双手交叠在胸口，像是一棵已经倒下的枯木。这样的父亲，和当初在我面前倒下的母亲一般，令我觉得十分恐怖。接下来应该怎么办？是不是到了应该回应他们期待的时候？好想
没事，已经过去2年了，而且他现在还在城堡中某处沉睡着，说不定哪天会醒过来呢。不过这个故事不清不楚的，德米安当时得知父亲病危，另一个德米安就出现了，然后大家就都看不见空气德米安了。我尽力把自己当时经历的事情说出来了。那时候我感觉到非常迷茫，脑子里有了些不好的想法。等我回过神时，面前就出现了一个和我一模一样的德米安。没有，他完全当我不存在。事情发生后，我非常混乱，想要寻求朋友们的帮助，但没想到他们完全看不见我。好像有点明白了。德米安，你当时见到自己父亲昏睡不醒，内心最强烈的想法是什么？对不起，我不想说。非常重要，只要知道这个，就能确定残叶的名字了。怎么了？他不愿意说吗？这可是关乎到洛维斯安危的大事啊！我明白了，但是等你听完，请不要对我产生偏见，好吗？谢谢你，你的信任对现在的我来说非常重要。当时最强烈的想法是，好想逃走。我很可耻地想要逃避将要面对的众多问题，但我同时也希望自己能不被情感控制，更坚定、更理性地来面对这一切。是的。还有一点需要确认，德米安，现在的你有任何改变吗？我不知道，也许更容易犹豫了。以前的我可能要更果决一点吧。说不定，如果我没猜错，我们面对的应该是秘密之夜。